嗨，派友们，好消息真的来了！今天我们的派主页更新了，上面清楚地写着 Mainnet Preparation， 中文主网准备的意思，准备主网。昨天、前天项目方连发2个庆祝节日推文，派妹就听到了主网的脚步声。今天派 App 的更新就准备主网了，下面我们就让小派翻译一下页面更新的详细内容。节目开始之前，亲爱的派友，请先伸出你的小手，点击派学院订阅吧。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呀，这样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主页面左侧 Preselect Lockup 翻译中文预选锁定的意思。我们点开 Preselect Lockup 出现的页面 Your Mainnet Pi Balance Preview， 翻译中文你的主网派余额预览。Mainnet is not live yet， 翻译中文主网尚未上线。我们看看这里显示4种颜色，橙色后面写着 Unverified Balance， 翻译中文未验证余额。点击 Unverified Balance 后出现这些内容，翻译中文如下：数量 1111.1772018 派，这是您在推荐团队和安全圈中开采的奖励派。列出的派数量是一个近似值。当主网启动时，这些奖励将被准确计算并转移到主网，因为您的推荐团队和安全圈成员验证他们的身份 KYC。点击下面紫色的 Preview 预览，就可以看到团队的情况。我们返回再看看紫色的 Transferred Balance to the Mainnet， 翻译中文可转到主网上的余额，这部分应该就是你真实的基础币情况。点开余额，中文翻译如下：数量 1111.37147787 派，此金额是您通过身份验证 KYC 后可转移到主网的余额。列出的派数量是近似值，如果你已获得 KYC， 准确的金额将在主网启动时根据您的锁定设置自动转移。在主网上线之前，您的可转让余额将仅包含您开采的派，不包括奖金。随着您的推荐团队和安全圈成员通过身份验证 KYC， 您的 Unverified 余额中的奖金派将逐渐变为可转让。我们再看黑色部分 Wallet Balance 中文钱包余额。点开钱包余额，翻译中文如下：即将推出。主网启动后，您到主网的可转账余额将转入您的主网钱包。我们再来看灰色 Locked Up Balance， 翻译中文锁定余额。点开后，我们翻译中文如下：即将推出。通过身份验证 KYC 后，您可以自愿将部分可转让余额锁定到主网，以获得更高的挖矿权。您的派账户将有一个可以随时更改的锁定配置，并将自动应用于您向主网的每次余额转移。对锁定配置的任何更新都将在您下次转移到主网时生效。您甚至可以在主网启动之前设置锁定配置。点击下面的 Configure， 中文配置的意思，点击进入配置，内容很多，翻译如下：锁定帮助，锁定如何工作。通过身份验证 KYC 后，您可以自愿锁定一部分可转让余额，以获得更高的开采权。挖矿提升是根据锁定派的数量和锁定持续时间计算的，有关详细信息，请阅读下面的经济模型部分。如果你已验证您的身份 KYC， 则将在主网启动时进行第一次主网转移，此后转移将定期发生。对您的锁定配置所做的任何更新都将在您的下一次主网余额转移中生效。您可以决定随时更改锁定配置，作为派应用程序中的整体账户范围设置。您甚至可以在进行 KYC 或准备迁移到主网之前预先选择这些设置。当您和您的推荐团队、安全圈通过 KYC 并进行新的挖矿时，您的更多移动余额将变得可转让。在每次转账到主网时，这些锁定时间和百分比的预选设置将自动应用于转账的余额数量，从而在主网上产生2种类型的余额：锁定余额和自由余额。两者都将记录在主网区块链上，并驻留在您的非托管派钱包中。由于区块链的性质，锁定一经确认便无法撤销，并且必须在所选的整个持续时间内保持锁定状态。由于锁定金额是由您转移的余额的百分比来计算的，因此您必须锁定新转移余额的相同百分比，以保持相同的锁定挖矿提升。通过为每次到主网的重复传输保持锁定配置设置一致，这可以轻松完成。另一方面，
如果您在以后的转账中没有锁定与初始主网转账相同百分比的派，则您的锁定挖矿提升将减少。如果您对账户范围的锁定设置进行了任何更改，该更改将在您下次将余额转移到主网时生效。此账户范围的锁定设置允许您锁定最多100%的可转让余额。主网启动后，您可以转移余额。你也可以稍后通过稍微不同的锁定界面，直接在主网上锁定更多的派。届时，您最多可以锁定他们之前挖矿获得的已转移主网余额的200%。比 Pioneer 单独开采的更多派的额外锁定津贴，可以来自基于实用程序的派应用程序交易，即通过销售商品和服务制造派。锁定经济模型在主网锁定奖励旨在支持健康顺畅的生态系统，并激励与网络的长期参与。同时，网络正在引导经济并创造需求，调节市场中的循环供应是一种重要的分散宏观经济机制，尤其是在公开市场的早期，当时公用事业正在创建。Pi Network 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创建一个基于实用程序的应用程序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真实商品和服务的交易，而不仅仅是投机交易，旨在确定派的效用。当我们启动主网的封闭网络阶段时，主要关注领域之一将是支持和发展派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社区，并培育更多的派应用程序来发展。与此同时，先驱者可以选择锁定他们的派，以帮助创造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使生态系统成熟，并出现更多派应用程序，并提供引人注目的派消费用力，最终通过公用事业创造有机需求。下面的锁定公式我们在这就忽略不翻译了。B 是基础挖矿率，根据可用的派池进行调整分配，先驱者将有机会自愿锁定他们的派，以更高的速度获得开采权。首先，锁藏奖励的前提是先锋必须积极挖矿，如果不首先挖矿，即使派被锁定，任何不活跃的挖矿绘画也不会获得锁定奖励。如上述所示，锁仓所做的只是为 B 提供乘数，因此如果 B 为0，则不会有锁仓奖励，这意味着先锋没有挖矿。其次，锁定奖励与贡献正相关。以上是对官方更新的翻译。下面小派把派锁仓公告简单解析一下。可转让币包括基础币和奖励币，锁仓比例分别为25%、50%、90%和100%。就是说，强制锁仓最低比例为25%，自愿锁仓比例最高为100%。上主网以后，最高可以自愿锁定已挖到并可转入主网币量的2倍。可转让币包括基础币和奖励币，强制锁仓时间分别为2周、6个月、1年和3年。就是说，强制锁仓时间最短为2周，自愿锁仓时间最长为3年。质押挖矿锁仓3年，最高收益为5倍加。主网后总量确定，但是可以通过质押等方式继续挖矿，直到矿池中的派币被挖完为止。派友们，你看过最近更新的白皮书吗？你会发现第3阶段的主网声明中提到，主网后会上线交易所链接，自由兑换其他数字货币。那些担心不能变现的先锋们可以放心了。12月定会上主网，我们不要去预测价格，价格不是你我或者项目团队能决定的，价格取决于市场规律，和线下亦或生态的兴旺与否有关。我们的任务是按时点亮闪电，等待主网和 KYC 的全面开放，让我们的团队都能通过 KYC，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算力币不会流失。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期见，拜拜。